俺朋友有一块几十万的银元，哦他这准备给我换这块龙阳，反正也是别人送给我的，这一次赚个大便宜。我看你拿过来的这俩银元啊，哪一个都不是价值几十万的银元，价值极其不对等。我也看看啥。我知道价值不对等啊，我要的就是价值不对等。我是一个多聪明的人啊，就像貔貅一样，只赚不赔。你只赚不赔，那朋友图了啥？我看好了，那朋友拿过来了，这是一个45分的四川大汉，而你呢，这好歹也是入皮盒的招臂中长啊，论颜值和性价比，肯定是赵忠更胜一大筹。我说的价值不对等，是指了你这个皮盒的赵忠要贵于这个大汉，但凡懂银元的，这都能轻易比较出来啊。你休想忽悠我不懂哦，玩银元都知道外国的银元便宜，我这个国外的银元肯定没有大汉贵。我发现你对银元是一知半解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你拿过来的这俩银元全是国内的，只不过他们俩入的盒子不同罢了。大汉入的是咱国内的平基盒子，而你这个赵忠龙阳入的是美国的 PCGS 的盒子，和你说的国外的银元区别很大。我觉得没啥区别，我主要是看中的利益。我朋友啊，当着我的面给我查的是大汉80万一个，他查的价格里边绝对有猫腻。四川大汉虽然说是军阀币，属于四川地方发行的银元，但它的发行量还是很大的。你放平时我们也比较常见啊，而你拿过来的这个也没啥版，这咋可能几十万呢？你也不用贬低我的银元，没有，你不要以为我不懂军阀币，军阀币比普通银元都值钱。那我要说你不懂银元吧，你说的是头头是道；要说你懂吧，你又不是真懂它的行情。这个大汉啊，虽然说是军阀币，但并不是所有的军阀币都值钱，这一点你得看清楚啊。你说不值钱，我朋友说值钱，你俩说的话完全截然不同。你说我该相信谁的？那你只能相信事实呗，不要相信网上的那些乱估价。你把普通的大汉给你估到80万，有这等好事，那朋友自己卖了多香啊，何必多此一举嘞？对不对？拿这么贵重的银元给你换赵忠，图的啥嘞？于情于理这都说不过去。我看你这个大汉也就是普通的大汉，第一没什么版，除了他这个褒奖，确实漂亮之外，另外他这个价格也就是比普通袁大头贵一点而已，和这个龙阳啊，它基本上都不在一个级别，更别说和你这个赵忠比了。好歹赵忠啊也是龙阳3剑客之首，按纯食量来说，它是龙阳里边最少的。况且你这个状态也不差啊，你看这两面，这都是全身打，尤其是它这个龙鳞几乎是没什么磨损。虽然说皮盒没给分，但好歹啊，它也有一定的市场价。我个人看15000还是有的。再是朋友送给你嘞，你这也不能乱换啊。你说的啥意思？我没有听明白。难道我这块大汉卖不了80万吗？对啊，两块究竟值多少钱？那价格差别确实挺大的。你想想，大汉现在也就是比普通的大头贵一点而已，现在袁大头才1000元左右而已，而你这个赵忠这都1万多的市场价，你说他们俩，他这价值很明显不对等啊。听你说话也确实是不像忽悠我的。那肯定不忽悠你啊。但平时我朋友对我还不错，他究竟图的啥呀？图的啥？也就是图钱呗。恁朋友啊，应该是看你不懂，加上这个银元又是恁朋友送给你的，在这个利益面前的驱使下，想给你置换一下，借用网络的专家之手，向你耍了一下小伎俩。大概情况应该就是这样。不信我的话也没关系，你拿着这俩银元，直接再找其他人估价。说实话，你这啥都懂了。事出反常必有蹊跷，我再找高手看看。谢谢你啊。对。那你帮我看看这2块银元值不值5000？没太多时间，再赶到今天5天之前给别人打款。你先不要着急，现在的银元啊都是1币1价，具体是啥样的银元，来我先看看。我听说这2块银元买的时候便宜啊，好像2块下来大概7、8千的样子吧。哦，你这2块银元可以说是味道币啊，虽说入的都是公播的盒子币，但是状态都挺好啊。这俩银元，这不是你的吧？这是我拿了我哥嘞。因为我着急用钱，拿的时候没告诉他。等我赚钱了，给他多补点钱都中了。哎呀，你这2块7、8千块钱买不来啊！我就简单来说，你这个戊戌老龙吧，虽然说没个分，但是这龙鳞漂亮啊，字口也不错。这壁面这是属于全身打吧。另外一块这也不是普通的这个袁大头，这发丝啊，
真是绝了。看你急急忙忙的，你是遇到啥事了？我朋友给我介绍一个生意，借给他2万，3天能给我到3万，正好我缺这5千，所以先拿这2块银元应急。哦，借2万用3天给3万，这相当于是50%的利润了。我看你这年龄也不大，你这现在做啥生意能这么大的利润呢？现在挣钱可不容易啊，我劝你要谨慎而行。另外，你这挣的钱够不够陪恁哥了，这还真不一定啊。你说这是啥意思呀？我3天到手1万块钱，8千买的，我这卖5千，这算是赔3千呀。哎呀，你这账算的是没啥问题啊，关键是那搁这俩银元，8千可能买不到，这是一个点。另外呢，就像我这种银元啊，并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一模一样的，你最起码啊，你得跟恁哥打个电话，得确认一下吧。这电话绝对不能打嘞。我这一打，估计他该舍不得了。但我挣钱可咋办呀？你说这话就掉底了，你这可不能为了自己的私欲，丝毫不讲别人的感受啊！你这样做的话，说实话，你这都没人情味了。反正是我哥，自私点无所谓。你帮我看这2块银元能值多少钱吧？那行，那为了让你死心啊，我就来给你讲一讲他们的价值。先单说这个江南戊戌啊。虽然说这个公播没给分，真品的意思就是里边装着银元，真假没问题，很有可能啊，就是他这个包浆，说实话看着怪怪的，才给的是个真品。其他的我倒是没看到任何毛病，剩下的全是优点。10个江南9个戳，江南币不带戳的比较少，而且你这个你看一下双面，这都是全身的，这就比较少见了。戊戌老龙啊，是8个有纪年里边纯食量较少的。你看你这个龙鳞，可以说是满龙鳞，字口没有丝毫的磨损，结合着你这个币的状态啊，综合而言，恁哥买的时候估计得1万多了。1块银元能给1万多，对，这价钱喜欢人呢。那是另一块，说实话，这也不是什么便宜的银元。这个袁大头啊，都知道8年的最贵。虽然说你这个是3年了，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发丝，这个在3年里边，这是最贵的欧版。这个发丝相当于是9年的精发，发丝精密，这是它的一个点。另外就是它的环彩包浆，你看这包浆双面都是环彩，这种是特别少见。这种彩啊，就是山西的那种冻彩，在银元里边也是非常少见的。你这个状态给到4千也为啥呢？4千？对。这样吧，你这2块给我1万块钱吧，啥都别说了。1万块钱，这我刚才才给你估了。这个戊戌老龙能搁1万多，这个4千多，这基本上2块银元，这都1万大几，将近2万块钱了。你只要1万，我建议你也不能卖，赶紧给那哥拿回去。你不要算了，你也别管我的事儿，反正我知道价钱了，我再去别地看。好，你还是三思而后行啊，三思而后行。我这有一块家传的老银元啊，俺也说这是稀少又罕见的版本，现在最低价我跟你说能值300万吧。价值300万的银元，这是一块中原啊，稀少罕见倒是谈不上，因为存世量不大，一般平时很少见嘛。我问过俺庄里好多人了，确实是大家都没见过。我要不是准备在杭州买房子嘛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绝不会拿出来卖。恁村里边人没见过，并不等于别人家里没有啊。我看你这个品相倒还不错，你看他这个发丝没有怎么磨损。字口也没有什么弱大，包浆看着还蛮舒服嘞。准备在杭州买房买这个，杭州的房价很高，你这是杯水车薪啊。我这样跟你说吧，我爷爷2015年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这块银元都找人鉴定过了啊。当时人家给200万，这快10年了，我想卖300万不多吧？如果10年前有人出200万的话，按目前的市场涨跌幅度来说，给你300万确实不为过。但是你这个中原在过去很常见，我们常见的袁大头是1元，而中原就相当于是5角，重量刚好是袁大头的1半。按银本位兑换的话，2块中原在过去啊才通兑1块袁大头。你也别整那么多没用的。如果常见的话，那为什么别人家里都没有啊？常见的话应该到处都是。那个在过去啊确实是比较常见，现在家里边有的人确实不多，主要是有2个原因造成的。第一就是中原的含银量比较低，
我们经常说银元实际是9银1铜，但过去的造币厂啊，他为了开源节流，有时候会在这个含银量上下文章。就说这个中元，它实际的含银量只有80%，含银量低，自然啊，它这个银色就不正，所以过去人啊都不愿意要中元。自然而然的，第二个就是只发行了一个3年的年份。你看袁大头有3、8、9、14个年份，中元就发行了1年，所以存世量它相比袁大头而言就少很多。这些银元啊，在以前都是家传下来的，用的人少了，自然也就不常见了呗。那你说的是巧舌如簧，关键是10年前我爷爷都找网上专家都鉴定过了，这个中元就是真品。古品罕见品3品合一的，最低价的值200万。当时立马给我钱我都没卖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网上的专家不可信啊，他们给你开价报200万的高价，就是想要你的这个鉴定费。鉴定费并不高，鉴定一次才800块钱而已。800块钱还不高吗？10年前的800的鉴定费已经非常高了，咱们供我入盒才100块钱。你就 PCGS 人家国际通用的盒子才收200-300，你这个银元说实话压根就不用鉴定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，你就单看它的边齿就行了。中元的边齿比较特别，和其他版的银元啊边齿不一样，边齿这个流动痕迹确实比较明显，但是整体壁面并不差呀。原像的发丝、耳朵、肩章是检验中元状态的标准，可以说是没什么磨损。价格面的话，种子只要不弱大，都是好中元。你这个中元我没看到有什么毛病，就这个品相给你报价的话，1万块钱的市场价吧。你别给我开玩笑了啊！没开玩笑，我要价300万，你这只给我1万，对，还1呢，这价钱看了我有点接受不了。你这不叫砍价。这哪是砍价，这就是真实的中元市场价。现在挂着300万左右的银元，必须得是样币了。只要是流通过了，都不会有这么高的卖价。真正罕见的银元啊，你就像现在的北上广深的房子，老一辈没留下来，我们普通人啊也很难去预习。我觉得你鉴定的有问题。少300万，我还真不想卖。算了，我还给我吧。那行，再找个有实力的商家吧。早日祝你找到有实力的商家，多比较比较，多打听打听行情再说吧。我这5年前啊，跟朋友一块儿买了一块银元，好像当时花了1万多吧。这时间长了，我都叫这事儿给忘了。5年前那时候银元啊很便宜，你花1万多买，应该是一个好币种。来，我看看是啥来。因为我当时偷偷攒了1万块钱，想着时间长了，怕被俺媳妇发现了，都跟着俺朋友买了一块银元。你还真别说，你这零花钱买的是真超值，因为5年前那时候啊，银元确实便宜，你这还不是一块普通的年份的传样，21年，这是特别少见的上三角，而且你这个分值也特别漂亮，AU 58分啊，可以说在银元里边算是顶级的这个品相了。如果你早2年拿出来的话，这卖的价格这更喜欢人啊。俺朋友前2年见我卖了，叫我卖了，但是我这没在身边放着，我在外地回不来，正好孩子这不是准备结婚呢，我来请教你一下，一般送给孩子的礼物啊，不知道这银元是不是合适，别人会不会说我太寒碜了？孩子结婚送银元非常好啊，因为咱中国人喜欢一个圆满。你看银元谐音姻缘，寓意着圆圆满满，把这么贵重的银元送给孩子太合适了。这话要说回来啊，这也不是一般的那个银元，咋可能会寒碜人呢？因为俺这个儿媳妇啊比较挑剔你就比如说吧，去给她买5金首饰她到金店都想不中黄金嘞，说啥黄金太俗净挑那些贵嘞。啥家伙 K 金了，钻石了，一口价的那个，我就怕这银元他想不中。哎呀，现在年轻人想法都很多，选择这个黄金首饰啊，确实是越来越少，因为黄金戴起来啊，有很多时候不符合年轻人的这个审美观。而金店里边最常见的黄金首饰，说实话，它也不挣钱。卖那些 K 金啊，一口价更挣钱一些。说白了，你买首饰和送银元啊，根本没法比。说的更直白一点，就是你这个银元不便宜，能碾压所有我们常见的这个银元。
还碾压。老板，你这词儿用的挺猛啊。但是我这心里还是没底气，毕竟这个银元啊，是我花1万多零花钱买的，我就怕他嫌弃，万一说这个便宜了，到时候都不合适了。我感觉啊，你应该底气十足啊。所以说你这是5年前花1万多买的啊，你把那个零花钱去掉就行了。但是你现在再去买的话，1万多可买不来了。最主要啊，是因为这个21年的传阳，它这个存世量太少了。传阳说实话，发行量最少的就是21年，当时也就发行了很短暂的一段时间，因为它这个设计有问题，所以说后续啊基本上都给回收了。但是市面上有一部分啊没有回收掉了，就像你这一块，所以说就保存到现在。但是你这个传阳状态确实不错，我感觉你看你这两面基本上都带光。因为这个21年当时流通的时间比较短，所以说有很多人都保存进来了，就像现在我们做收藏一样，很多人放进来了，有的都当传家宝了。说实话，你这个状态确实是不错，我看了笔面都带光，而且这个恩和给分给的也好 ，A 有58分。就目前你这个状态估价而言的话，现在市场价估计得8万以上。乖，这8万以上，这我这心里头有底气了。这个我回去我都给他。对呀，如果说啊，那媳妇儿相不中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银元卖了，再给他买其他东西。你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血，非得说，他相中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并不是也是以价值高低来就喜欢不喜欢，对不对？老板，我跟你说吧，我给他知道给他说，这价值8万以上，他肯定相中了，肯定喜欢上了，对，是不是？这个价钱确实挺喜欢人的，现在年轻人都懂，价值越高，他们越喜欢。是嘞，谢谢。没事。你来帮我评评理。咋了？这一块银元好歹是他家祖传的，俺男朋友因为玩牌输钱，1000块钱抵出去了，你说亏不亏？你让我说实话，1000块钱抵出去确实挺亏的。你现在1000块钱啊，根本就买不到什么样的银元。你这好歹也是一块北洋龙，品相状态非常好。你看它这龙鳞摸上去有种割手的感觉，并且还是一块稀缺的短尾龙。你这还真得抽时间好好的劝他男友，10赌9输，可不能害人害己啊。俺男友平时都被他爸妈惯坏了。那是。我下彩礼的钱都是他爸妈出去贷的款。这好吃懒做也不想去上班。为了自己以后没有压力，还说我们结婚之后不要孩子了。反正就是很自私，气得爸爸妈妈也没有啥办法。由此可见，你这个男友啊，确实给父母给惯坏了。像你们年轻人该拼搏的年纪，你不去工作的话，说实话那就是浪费时间。下彩礼父母贷了款，结婚之后你还能替他还上。如果选择做丁克的话，他爸妈听了之后肯定很伤心啊。你作为他的这个女友，你可以适当的纠正他的错误，就像这个银元一样，抵1000块钱，这不是巨亏吗？你不知道，他家里面虽然没有钱，但是老一辈是村里面的大地主，啥不多，都这1元多。男朋友都是缺钱，拿出来卖几块，反正也不值钱，家里面多的是。家里边就是再多，就是有个金山银山，也有花团的一天啊。这个人花钱的习惯啊，他都是养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听你说这话，看来你男友的这个种种劣习啊，这都是因为银元而造成的。家里银元不是多吗？你都可以拿出来给他统计一下，把贷款先给他还上。最重要的是断了你男友的依靠，他不正是依靠这些银元肆无忌惮的混日子吗？生了以后啊，你们结婚之后，你拿他没办法。主要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嘞，我害怕他爸爸妈妈对我有啥想法。另外就是这些银元，他也不值啥钱啊，我听俺男朋友说，好像都几百块钱一个。你这想真正的改变的男友啊，你做事就不能前怕狼后怕虎。你说实话，像他家里边这种银元啊，他再不值钱，对吧？他也裹不住多啊。像你拿过来的这个北洋龙为例吧，他给1000块钱抵出去了，这都是资源浪费。你就现在随便拿一块龙样，笔面带戳带伤，比较难看的那种，也不可能就值1000块钱啊。何况这个还是一块北洋里边的短尾，常见的34年北洋最便宜的是长尾龙，因为它这个发行量大，所以便宜。而你这个短尾啊，比这个长尾龙存世量要少一些，自然价格优势啊就高一些。最关键是你这个品相好啊，你自己可以看看它这底板，你包括它这个包浆，这简直就相当于未流通的状态，尤其是它的龙鳞，你这用手摸上去，这说实话有一种割手的感觉，因为它这包浆又是全身大老黑，一般像这种黑色包浆加持，价格更不会低了。咱们还得来细看一下，
一般这个短尾啊都有一个好板，短尾凸筋，你这确实是一个凸筋。你看钳子这有一横不明显了，底板品相状态好了没得说。你就是按现在的行情来看的话，我能给你报，随便说实话也得值个12800啊。老板，你没有跟我开玩笑吧？没有，这1000块钱抵给别人的东西，你竟然给我高出10倍的价钱。对，这银元真有那么好吗？那现在玩银元其实就是一比一价，同一个版的银元啊，因为状态品相不同，价格差异确实很大。好状态它就是好价钱。说实话，你这个是未流通的状态，卖个12800太正常了。说实话，会操作的呀，你去打个皮盒，拨一拨分儿，那又另外一说了。正好你这也有钱了，给你男友一还账，剩下来你往装兜里你自己花。说实话，这谁和钱过不去？哎，你说的对，这银元我帮他出了，对，回家再把剩下的银元给他整理整理，我当家。对，这就对了，改变吧。好。俺朋友钓鱼钓出来300块银元，我花10万块钱从他那买了30块，你帮我看看这次能赚多少？10万买30块银元回来，看来你这是大手笔啊！看来你对银元非常懂啊！来，我先看看是啥的银元。我对银元是不懂，但是我朋友比较懂啊。他说这一块银元最少值个5万8万的，说要带着我们发大财。带你发大财！我看你这全是大头小头啊，这有的带铝锈，而且里边大部分你看这都洗过了。如果一块能卖5万8万的话，那他为什么要多此一举？他自己卖了不就行了吗？他这叫这仗义啊，有钱大家一起赚嘛。主要是他想拉我一把，你给仔细看看，这银元的状态都非常好。整体状态还行吧。从洗过的这些来看，这个除了背面你看这有些带点铝锈之外，品相还算通货吧。冤大头我没看到这里边有8年的和之前的版，另外这些带铝锈的也算是通货状态。10万买30块，这咋挣钱？我朋友在网上找的靠谱的专家看过了，这些洗过的能卖个5万8万的一个，这些没洗的一个能卖20万，我算完了，这全部卖完能赚个200万左右。你这靠谱的专家报价太不靠谱了，洗过和没洗过的银元价格哪有错那么多？没洗过的银元在我们行内被称为原味，而你这些全部都是带铝锈，在我们行内称为罐装。锈少一点的还好一些，锈大一些的你放平时都在清洗掉，价格稍微有一些影响。而你这些洗过的虽然说清洗了，但是整体上没有伤到底板吧？依我看这两种价格是一样的。反正我不管那么多嘛，对于我来说只要能赚钱就行。专家让我去外地，我嫌麻烦。这30万给你，你给我200万就行。挣钱我觉得有点难啊！我看一遍之后发现啊，你这银元全部都是常见的年份，冤大头、孙小头、传阳，这都是银元中最基础的银元，全部变现的话，你不仅挣不到钱，我看你还要赔得稀里哗啦。不可能的事，你再仔细给我看看多少钱一个吧，你也打价。哎呀，这价钱说实话没什么可打。你这里边我看了，总共3个币种，大小头和传阳，小头嘞总共就这3块。不仅没有任何版可言吧，而且你看这里边还有一个带戳的。孙小头最贵了，当属这个上5星下5星的版。一般我们个人家里边很难见到上5星下5星，和这种常见的小头比例为1000万分之1，也就是说1000万块里边才有1块值钱的。就你目前这品相的话，3块1500-1600的市场价吧。3块才给我1500-1600，对，你这价格不是扯淡吗？你这报的价格能叫我起吐血？起吐血倒不至于，刚才就告诉你了，这3个币种啊都是比较常见，这里边只有1块传阳，还是23年的，上6位数最低也得挂着是21年的3鸟，23年份和常见的3、9、10冤大头一个价钱，也就是说你这剩下来啊，这26块冤大头传阳价格是一样的，因为里边没有8年和带版的，所以只能给你按通货来算了，通货现在也就1100左右吧，可以算一下。大整账26块28600，多少？你这一堆才给我2万多，你这价格报的跟前年有啥区别？你别给我搞错了，我这是10万买的。你10万买的，对吧？买30块大小的回来，只能说明你对银元不懂。第一啊，300块银元重几十斤，加上水的重量，钓鱼竿根本就钓不上来。第二，恁朋友找网上那个专家很不靠谱，就像这些常见的银元
哎，能给你报到5万、8万、10万的，这都是睁着眼说瞎话。第三就是你这个朋友也不地道，哎，什么人的钱都赚，市场价2万多的东西卖给你10万，这不是坑你了吗？没有你说的那么坏。我看你也是嫉妒我们啊，要不然你在这不识货。哎，那我就找别人卖吧，我那行麻烦一点。那行，给你慢慢的手拿着吧，对，拿着吧。我这有一块价值100万的银元，我现在急着用钱嘞，准备给俺弟弟买房子，你看能不能卖个80万？你这个是楚玉璞的军阀币，这品相漂亮啊，80万要的确实不高。如果东西对的话，个人感觉卖个300万以上没啥问题。我老公就说了，值100万。这是他去年买了他朋友的。要不是我弟弟5一准备结婚买房子，不然我也不会卖。100万买朋友的，不过看着这裸臂包浆发黑，背面正反面压力看着还行。看边吃，这做工不敢恭维啊。准备给弟弟买分房。这么贵重的银元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建议你啊，还是回去跟你老公商量一下呗。你没什么可商量来了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花几十万块钱给他买的房子，这也不算啥事儿。听你说这话，你这当姐的挺阔气啊！一般我们普通人买一套房子，那得奋斗好多年，不像你这手里这么有钱。我也没啥钱，也是普通人。上班10几年了，挣了100万。我老公听说我跟俺弟弟准备买房子嘞，去年他背着我，竟然一下子100万买了一块这个银元。结婚10几年攒100万，那老公投资银元也是对的。攒钱啊本身就不容易，你这准备一下子给弟弟几十万买套房，他背着你买这银元，应该是怕你一冲动把好不容易攒的钱给花了，万一以后自己孩子结婚咋弄啊？可被你说着了，他就是自私，根本不懂啥叫轻重缓急。我儿子还小，才上3年级，结婚还好多年嘞。我弟啊，明年不就结婚了吗？等着租房子来了。等结婚，这不是还有恁爸妈了吗？小孩子年龄长得快着了，今年上3年级，再过10年8年，那都到结婚的年龄了。到时候用钱你没有也不行啊。到时候不是还有他舅了吗？我有这一个弟弟，现在我不帮他，你要谁帮他？帮人得有一个帮的方法，一个弟弟知道亲是好事。买房子啊，你可以借他10万8万的，替他付个首付也行。如果全款买的话，这帮了就有点过了。另外呢，她老公去年100万才买了军阀币，你这上来就少20万，而且啊还不和你老公打招呼，你这样卖不合适啊。我不这样卖不行了。去年给他说过了，我弟弟结婚要给他全款买套房子，他就是不听，只有便宜卖银元了。我跟你说句实话啊，你这冷不丁的拿一块楚玉璞的军阀币上来就要80万，我觉得啊没有人会买。为啥不买啊？100万的东西我现在都便宜20%了，再少也少不多少了。我跟你说句实话啊，像这种稀缺的军阀币越便宜越没人要。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呢，我给你简单的讲讲。首先，楚玉璞这个人啊，在民国时期，他和孙殿英一样，从土匪慢慢的扩成成小军阀。这块银元啊，就是当时他打着共和的旗帜啊，做出来的纪念币。很可惜啊，当时因为楚玉璞这个人名气太小，所以这个纪念币做出来并不多。现有的存世量也是少之又少，所以物以稀为贵，它自然就更贵了。不过细看你这个品相，应该是未流通的状态。但是做工又不怎么样，尤其是人脸，你看他的胡须这里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像是被磨平似的。你可能不太懂银元，一般像这种未发行的这个银元啊，和那种湿铸币压力应该是等同的，压力必须得够，所以细看你这个压力啊，还是有所欠缺的。专业性的问题我也不懂，你也别挑剔了，这样吧。再给你少2万，78万，咱俩成交。确实成交不了。刚才我就告诉你了，像这种贵重的军阀币，你贸贸然拿出一块裸币出来，根本就没人要。难道别人都买不起吗？这几十万也不算贵啊。不是别人买不起，是有钱人根本不会碰裸币。裸币第一个真假，极少有人能看懂。本身高端币就是为了投资，你再去学看真假，纯属浪费时间。第二个，你花几十万几百万买到手之后，你随时出手的话，真假自己说了又说不清楚，所以一般像这种贵的军阀币啊，必须带入 PCGS 的盒子。所以你这块银元啊，建议你还是找你老公先去入一个 PCGS 的盒子，然后呢再拿出来卖，随时就可以变现出手。那么麻烦吗？这也弄得我得去跟我老公商量。真麻烦。不麻烦，买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本身的夫妻都得商量商量。好了。早知道开他的车，碰了一下，竟然要我赔2000，
求着我开我也不会开啊。啊，这俩银元卖了给他修车去。开别人的车，这个车碰一下，你修车很正常，一般人也不会借给你车开。来，我看啥样的银元。算我倒霉，早知道他的车皮那么薄啊，我都不会借他的车了啊。这开价我比租个车还贵嘞。既然这问题已经出来了，你就别抱怨了。不过你这2块银元挺不错的，都是 MS 高分带转光的。哎，转光不转光先不说啊，你先看好真假哦。给你要了也不高，2块2000块钱，啥都不说了，东西给你留下。2块给我要2000，这要价确实不高。虽说你这俩银元年份都是常见的，但是他们俩这笔面你看这都带转光，这说句门外话，这比新出厂的银元都漂亮。还有你这编号啊，这都是最近才评的机啊，2000恐怕你也买不来吧？我跟你说吧，这俩银元我拿了我妹，我看他放在书桌上也没啥用，正好我缺修车钱，正好能用一下。你这是拆东墙补西墙，这个修车钱没着落，又拿别人的银元，这车即使修好了，这银元钱你不得给恁妹补上吗？哎，不值钱的东西，将来我发工资了，大不了还给他2000块钱不就行了吗？看你这态度太不友善了，先是借车出问题抱怨，再说借别人的车，对吧？就是你自己的车出问题，肯定也得修啊。另外，你口袋里再没钱修车，给别人借总可以吧？也没必要拿别人的银元来卖啊。哎，2个银元又不值多少钱，这一点小事，哎，没必要打招呼了。都是自家亲人的，要不是刚才那个金链只给我200一个，我早都卖了。你这幸亏没卖，200一个，净让别人看笑话。给200块钱一个，估计金链给你是当银子算了。这比银子值钱。你说银子做出来还得掏手工费嘞。对，我才不傻嘞。你这俩银元又不是首饰，和工费没任何关系。因为这俩银元啊，这都是民国那时候的流通货币，按银价收肯定不行啊。应该他们看着这个笔面带转光，看不准真假，才给你报200块钱一个嘞。对他们就说是新的收的话还得扎盒子验真假，我没让他扎。你这幸亏没让他扎，扎开就太可惜了。评级比如何，评分很重要，扎开不仅浪费评级费，而且又对不起这个64的高分。再扎不好，再伤着这银元了，你这亏大了。主要是钱不到位啊，他给2000，不就让他砸了吗？给你2000砸了也亏啊！一般像这种高分银元啊，平时并不常见，但是现在玩银元，它固定的分值都有固定的价格。就像这个64分的10年大头吧，T2年，虽然说是一块常见的小半壁，但是它这笔面状态非常好啊，因为10年整体状态都很差，你这个算一流的了。笔面不仅带光，而且都是全身打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就这一块3000块钱没啥商量。这一块能给3000吗？对，这价钱希望人呢。那是的，我们不吭不哈嘞，没想到这银元竟然这么贵。所以说，你拿别人的东西之前，一定要问清楚价格，贸贸然贱卖就亏了流鼻血。另外一块，这个是23年的传样 MS 64加，比64还要高一个级别，但是传样的辨识度啊，它仅次于袁大头，所以这个价格相对要低一些。首先，你这个传样也没任何补版，所以只能给一个高分的价钱，也是3000。这我确实不懂。照你这样说，我卖一块就挣不完的钱了。你感觉我卖哪一个合适嘞？我感觉哪一个都不合适。想卖啊，先跟他妹打个电话联系一下，说明你用钱的情况，顺便问问他多少钱卖合适，不至于啊，你将来还钱的时候你也说不清要还多少钱。这个电话是不能打，不然他肯定不让我卖。再不借给我钱就麻烦了。所以说你这俩银元我要不了，另外你也别卖了，修车正好还有几天的空档期，2000块钱也不多，你抓紧时间找人想办法，说不定啊比卖这俩银元强。想啥办法呀？你不要算了啊，反正我知道这个价钱了，我找其他人去。好吧。我对银元不懂我小哥问你，你看这块银元值不值80万？大爷，你这个是奉天鬼谋啊，值不值80万？这个品相可以说是未流通的状态啊。如果对的话，这轻轻松松80万没问题啊，值80万就行了只要卖不亏就行。看来呀，我这个过门二秀，出手果然大方，没想给我一个见面礼，竟然是这么贵重的东西。原来这个鬼谋是儿媳妇送你的见面礼，看材质的话确实是银了，论价值的话你也不必太当真。那儿媳妇送你这块银元啊，可能就是让你娱乐娱乐，没事在家拿着玩就行了。他给我的时候啊，就是让我拿着玩的但是呢，我在我
找个北京的专家，询询价，我想呢把它换成钱。网上的专家一般报价都不靠谱，北京又离那么远，你想把它换成钱，这有点难。我们都说好了，我把银元呢带到北京，他们呢，当面直接，收回钱，给我现金80万。有时候有些所谓的专家说的是好听，但是当你真到地方之后啊，和你想的就不一样了。我问问你啊，你这个未过门的儿媳妇第一次见面就送你这么贵重的银元，她应该提前告诉你价值啊。如果真有这等好事啊，你说谁会闷在嘴里边不往外说嘞？他确实没告诉我价钱，但是呢，我不好意思问。那是，所以呢，我找一个专家来问问你。你过来找我就对了。像这种奉天癸卯，总共有2种面值，分别是1两和1元。奉天癸卯1两在银元币圈里啊，可谓是纯实量只有1枚，被称为孤品。历届拍卖会上，这个1两癸卯拍到了4000多万，而你这个面值，你看是1元，比1两上小一圈。就简单的说，1元它的纯实量也很少，又分为宝凤和凤宝2个版，最大的区别啊，就是中间你看这俩满纹，左右不同。常见的版是宝凤，而你这个版是凤宝。这个凤宝为什么少？用现在来说啊，就是与错版比，满纹印反了，所以按理说啊，你这个价钱会更高。老板，反正你不懂。你见多识广，如果你能给我80万，我就不往北京跑了。我还真给不了你80万，但是我也不建议你往北京跑，原因有以下几点，你听我慢慢说。你这个银元确实是银的，但是并不老。老板，你看上圆上还包浆，北京的专家都说漂亮。你这上面的包浆发黑，并不是一眼开门，这还不是主要的，主要是龙面这一块，你看一下它这个龙鳞。你这个龙鳞啊，和奉天癸卯的龙鳞区别很大，这是一个点。另外，我们玩银元啊，最主要就是看它这个边齿，你这个边齿比较软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整齐划一。所以我认为你这个银元啊，也就是真银假币而已，市场价200块钱。多少200块钱？对，你别开玩笑了啊！难道人家北京的专家能吃素嘞？你说北京的那些专家确实不是吃素的，你这幸亏没去北京，去的话最少得掉几百几千来。你想想，真银假币他给你报80万的目的，不是就是让你想出点那个服务费吗？服务费他也没说，他说到了北京到了这个地方来，就给我钱，其他的他没说什么。没说什么，到地方也不会直接给你80万。你咨询北京的那些专家啊，他们的工作就是先以高价让你带着东西去找他们，到地方之后让你上牌，让你鉴定，再加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保管费之类的。你想想，这值200块钱的东西，让你多花个几百几千，这都是他们要赚的钱。应该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人家说的很有水平。你这是不是给人家北京专家抹黑？哎呀，你这应该是被别人洗脑了。这样吧，我的话还有北京专家的话，你都不要信了。那儿媳妇送给你的银元，你还是关键的问问他价值，能值多少，啥都知道了。我也不问了，反正值80万，说了我不卖。那我建议你还是问问。真令我太失望了。俺媳妇家财万贯啊，你看他爸妈给的陪嫁，竟然就一块大摇头。你先别着急，如果恁媳妇家境好的话，那个陪嫁应该不会差了。来，我看啥样的银元。俺爸俺妈啊，在家里面都给我看过了，这都是以前的袁大头，还有孙小头，他们俩告诉我，这一个市场价也都几百块钱。几百块钱买不到这种银元吗？我看你这俩并非普通的大头小头啊，这俩是银元中的名誉品，原相共和，还有上五星。啥家是名誉品我不懂。俺爸妈说了，这银元都20多个银子，起不了啥大风了。恁爸妈主要是对银元不懂，虽说你这俩银元都不带分 ，XF97的原相共和，这可是原汁原味的味道币，还有 XF92的上五星，底面干净，看着舒服，这俩银元当陪嫁完全没问题。你不要听恁爸妈胡扯。你可能对俺爸妈有偏见。俺爸妈之前都卖过银元，他们说的好像以前卖了几十块钱一个，现在虽然说涨价了，也就比以前稍微贵一点呗。我对恁爸妈首先没有偏见，以前几十块钱一个卖的银元应该是很长时间了，主要是你这俩这都不是常见的。你别说常见不常见吧，你都说这俩银元是不是20多个银子吧？对，重量的话就是26.8克。
因为过去的音源重量它都是统一的标准，医院的面值就是72分，但是现在收藏音源最主要是看它的品相和状态，你讲的重量完全没多少用。绝对是有用的。我拿着以前俺妈给我用银元加工的手镯，还有脚镯啊，那是3块银元做的，只有60克，人家只给我100多块钱。对，60克左右的重量，它的市场价大概也就100多块钱的样子，因为银元的含银量只有89%。你看看，3块银元只卖了100多块钱，你说这俩能值多少钱吧？你这样比较就没意思了。首先，你那3块银元它是不是完整的？因为加工手镯、脚镯都毁坏了。60克的银子也不是纯银，和恁媳妇儿这俩配价银元，简直是没法比。我发现你这个人挺有意思，一会儿说含银量低，对，一会儿又没法比，你这说这俩银元到底能值多少呢？行吧，那你既然不懂行，那我就给你来讲一讲。先说你这个上五星吧，和我们常见的这个小头啊，正面看上去区别不大，都是孙中山的头像，唯一区别就是侧面这一块，这俩5角星，常见的孙小头都是6角星，所以区别很大。还有就是发行年份不同，这个上五星是1912年发行的，在袁大头之前。常见的孙小头啊，都是1927年发行的。常见的孙小头存世量比较大，这种上五星呢，由于它这个发行时间短，所以贵。再加上你这个品相状态不错，你看两面几乎是没有流通痕迹，我看最少得几万吧。一个银元几万？对，你没搞错吧？没有，我卖给你，你给我真金白银没有？100%真金白银给到你。还有你的另一块原相共和，就单从它这个带帽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和我们常见的袁大头区别就很大。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袁大头流通过，而这个原相共和它是属于纪念币，你可以看一下字面上写的都有。你看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币，虽然说有面值1元，但是我们平时极难见到它。你这一块又是原汁原味的状态，虽说是97的包浆，但是这包浆很舒服。这一块的话，给到你9万没问题。乖乖，这价格听起来真喜欢人啊！对，你说实话，我有点不敢相信。这有啥？这都像是做梦呢。这有啥不敢相信的？你刚才也说了，恁媳妇儿家境是吧？不错，家庭条件好，给自己闺女配送2块几万的银元，这也不算啥稀罕事儿吧？只不过恁爸妈他不懂罢了。恁岳父岳母啊，还是非常实在的，拿回去好好珍藏，以后啊，说不定管给孩子当这个传家宝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老板指点迷津啊！谢谢。没事。俺邻居盖房子挖出来一块老银元，我2000块钱，成功捡了个大漏，我感觉少100万我都不能卖。你这个是比较少见的户部种子1两，单看这个龙面啊，和我们常见的赵种啊，它是如出一辙。2000块钱，那邻居咋舍得卖？他主要是不懂啊，再加上他盖房子也急用钱，对吧？对，所以2000块钱他卖给我了。如果这个银元对的话，2000块钱确实是捡大漏。就像平时我们随便买一块龙样，2000块钱也不贵，更何况你这个是种植1两。它这个银元啊，比我们常见的银元大一圈，常见的是1元，你这个是1两。过去银元的元两之争，争的就是它的重量。我不管什么重量不重量啊，我买这块银元的时候也是下了个大本啊。除了给他2000块钱之外，我还有另外给他买了一条烟。相当于是给2000块钱之后又多出一条烟钱。对呀，那如果银元是对的话，你肯定也赚大钱啊。刚才听你说少100万不卖，你这价格是咋定出来的？哎，我上网查过了。网页跟你说一晒图，那很多人都抢着要。刚开始有人给50万，一度涨到80万，我都没卖。我感觉最少得值100万。先不说种子1两的价钱啊，就单说那邻居盖房挖出来一块银元，你都知道上网查询一下价格，那邻居就不懂上网查询这个价格吗？哎，他都 out 了，60多岁的人了，他肯定对网络什么都不懂啊。他哪有我聪明啊？我跟你说，你确实是聪明，知道在网上查询一下价格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我想请教你一下，因为这个银元，最近这20-30年这个市场上相当于是鱼龙混杂，有真有假。万一啊，你这块如果是假嘞，因为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万一是假嘞，你会不会找那邻居退货啊？为了防止我发财之后省得他来分我100根吧。
我已经事先都约定好了，无论真假，都和对方都没有1毛钱的关系。其实买东西啊，有这种君子协定是最好的。人家经常说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指的就是你这种冒险精神。以我看你这个姻缘啊，它未必就是真币，原因有2啊。第一，从它这个做工上来看，整体壁面你看偏弱大了多，因为中字户部一梁它是属于石柱阳壁，当初这个模具做出来之后并没有大量的铸造发型，所以只是施铸了几十枚而已，壁面整体应该是全深大才对。所以再看你这个做工很粗糙，没有阳壁的精致美。第二，从它这个银色上来看啊，含银量明显是很低，过去的银元是9银1铜的含银量，目的啊就是银元在流通的过程当中不易磨损，方便更长久的流通。所以我们常见的银元这看起来银色都很正，而你这个银色你看一下，这明显这不行啊。所以综合2点，你这个中质1两我并不看好。你不看好并不代表就是假的呀。我也有2点看法嘞。第一，老房子下面不会有假货吧？那第二，网上那些拍卖鉴定公司啦，人家也不会看走眼吧？你说的这2点我有不同的意见，你可以做一下参考啊。如果是90年代左右建的房子，你下边放的不一定它过去就是过去的老银元，因为像这种赝品啊，90年代就很盛行，你花100-200买一个往地基下一扔都很常见。另外网上啊所谓的那些拍卖鉴定的套路你也要了解一下，前期给你报高价，后续啊收你的各种费用，几百几千的那个压榨你，到头来银元是没卖掉，钱也没少花，这都是别人经历过的前车之鉴，希望你呢引以为戒，别自作聪明，反被聪明误了就行。你说的都是猜测，我这块银元和别人的不一样。我坚信他就是100万的币。那好，那你再找人看看，好，多找找，多问问，多看看，好吧？1200捡漏4块银元。这一次我感觉要大赚一笔了。轻轻松松过个肥年应该没问题。1200买回来4块银元真不贵，1块才花到300，真便宜。来，我看看是啥的。今天我去收破烂一个20岁的小伙子，他慌慌张张的想去谈恋爱了，激光拿出来了，我给他1200直接留下来了。买了年轻小伙子的银元，我看你这壁面都洗过了，这如果是真的，你这确实捡大漏啊！必须要捡大漏因为我今天起来左眼皮子都一直在跳。不是有句话吗？左眼跳跳，好运来到。你说的这是一首歌的歌词。要想真正的捡漏银元啊，你必须得懂得这个看真假。我看你这壁面都洗过了，壁面看得很清楚。你看，除了这里边有一块湖北，你看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变形之外，其他的都没有任何毛病。关键是你对银元不懂啊，这挺可惜的呀。可惜啥呀？那个有毛病嘞，你给我少给我一点。其他的你给我打个对折不就行了吗？其实这个湖北也不算啥毛病，这银元洗那么白，你这又看不懂真假，还要给我打对折，你这咋过肥年？我看这银元真假没有问题吧？只要能挣钱不就行了吗？那你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，这个银元看真假很有讲究了。如果你不懂的话，第一个参考的标准就是它的包浆。我们经常说那种一眼开门的包浆，壁面你就不用细看，它的真假是完全没啥问题的。我这真假也没有问题，我用我的金属探测仪扫过，含银量85%，绝对是银子。银子确实是没啥问题啊，但是银子并不代表就是老银元。过去的银元啊，它的含银量是9银1铜。有些地方的造币厂，他为了偷工减料，往里边多掺点铜也很正常。但是你这几块壁面压力，这并不是一眼开门啊，这压力很浮啊。浮啥呀？只要是银子不就行了吗？你看着给吧。哎呀，你这买银元太任性了。我先来帮你估一下真币的价格啊。除了这个做样300之外，另外啊，这3块龙样，这哪一块都是好几千。最贵的像这个云南新龙1元。常见的半元新龙也就200左右，因为新龙较少，就你这个品相，怎么着也得7-8千的样子。另外2块生龙，这都比较常见，广东稍微贵一点，湖北有点小瑕疵，这2块给你按6-7千吧。
乖乖，这样一算，我确实赚1万多嘛。那对，这个年，真是费年。那如果这是我对半都行了，中不中？对半。那你如果这真比的话，我刚才都给你报了，说实话，这1分钱都不会少你了。关键你这4块银元，我看这都不对啊。银子确实是银子，不只是含银量低的问题。你看一下它这壁面压力，这都非常符，尤其是它的边齿，你可以放一下，放在一起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整体划一啊，这个边齿啊，说实话。这没有那整齐的，在我们行内这种银元，它就是真银假币，哎，说实话，真银假币，对，没有一点收藏价值，你无非也就是当前的一个银价而已，你再放30年，它还是假的。你说的啥意思啊？你说意思能值多少钱吗？你都瞎说了。银子价钱而已，你可以算一下，现在银价不到6块，85%的含银量，你看5块钱一颗算嘛，26.8颗也都100多块钱呗，4块的话也就500多块钱。啥？500多块钱？那照你这么算的话，我不还赔一大半了吗？第一次收这个就赔大半了，这事儿咋弄啊？那这事儿只能说明你不懂行，以后千万别乱买了。裸币看不懂真假，你就不要收了。你想收的话，你必须得先学习，哎，必须你得有看真假的本领，对吧？你才能在一线捡到漏，你不然的话，那都是别人捡你的漏了。那这回我这回吃着了，吃着了，那当买个经验吧。好。老板，你看这个破银元值几个钱？破银元，你这是平记住 PCGS 的北洋龙，这壁面带彩啊，这银元是搁哪来的？这银元是我表妹送给我的。以前她结婚的时候啊，我给她封5000块钱的红包。你像我们亲戚之间结婚啊，我妈非得让我给她封5000。说以后人家还反过来的。对，没想到他竟然送我一块破银元，礼尚往来都这样。你给人家封5000，别人给你一块银元算是回礼。我看你这个银元不错啊，这还不是普通的北洋龙。你细看它这个34的书写方式是艺术字，而且这壁面包浆还带彩。说实话，你这算是捡大漏了。捡啥大漏嘞？把我气的头都快炸了啊！要不是碍于是亲戚呗，我早就上家去骂大姐去了。你稍安勿躁，骂大姐倒不至于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就是以前表妹结婚，你给她封5000的红包，而她却给了你一块破银元，你认为她不值钱是吧？对呀，肯定是不值钱的呀。这东西就这么点银子，你说能值多少钱？一般像那种银元，一个重量是26.8克的银子，但是银元可不按银子价钱算啊。这样吧，我想问问你，你这次结婚，你希望恁表妹给你封多少钱的红包？多了咱也不要，给5000块钱就行了。毕竟我给她封5000嘛，她反不了就行了。我不爱占别人便宜。你的要求其实也并不过分，这个礼尚往来只要对等就行。那表妹这次啊，没有给你拿现金，送给你的这块银元，应该是真心祝福你了。一般能送这种带板的龙样，可以看出来，他这个手里边也不差钱。得了吧，家里还确实是好，但是我没想到，他会占我的大便宜。你确实是误会那表妹了。像你这块银元，如果是普通的北洋龙，XF 92分，市场价大概也就是5000块钱左右。没听明白，难道这个银元还跟普通的不一样吗？你这个肯定不是普通的呀。你看它这个3和10就不是正常的阿拉伯数字，这个是34年北洋龙里边的第一大名玉品卷3起4。3你细看一下，它就像人的耳朵一样卷起来了，4就像一面旗子一样，这个板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平时很难遇到。虽说这个评级 PCGS 没给分，但是整体状态还是不错的。你细看它这个龙鳞，从头到尾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磨损，因为龙样主要是看它的龙鳞的，而且你这两面也都是全身打，尤其是字口非常清晰，满纹、珠圈、内齿全部都健在，味道也是一级棒。你说的专业知识啊，我听不明白，但是我看着这银元啊，黑不溜秋的，有点像假的。你把心放到肚子里边吧，假币倒是不至于，这外边黑不溜秋的是它的包浆，这种包浆啊，在我们行内被称为酱彩，只不过你这个银元不太明显罢了，因为里里外外你看搁着盒子，这层包浆啊，使这个银元才有这么好的味道。再跟你说一下，这个 PCGS 是盒子币里边全球最硬的盒子，只要是能入盒，它的真假都是有保障的。顺便给你估一下价，就你这个状态，2万左右吧。2万？对，这你可得看清楚啊。看清楚了，你这个是大名玉品卷3起4，你就是现在不想要了，出手给我最少也得给你一个1万8、9。
我就说我表妹客气吧，我妈非得要这医院是假的，结果我妈打脸了吧？因为你们都不认识银元，怀疑真假，说实话看着有问题，也是这个人之常情。但毕竟这块银元啊，这么着也是恁亲戚对吧？亲表妹送的，自己亲戚啊，绝对不会做出那种逾越格的事儿，留着吧。以后说不定啊，可以给孩子当个传家宝之类的。我感觉这个币种，说实话还是不错的。我感觉这医院也不错，要不然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呗，我都不会来。没事，把这个误会揭开就行了啊。中，老板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这马上要过年了，没想到让我捡了一个惊天大漏。这银元宝上面有雕龙有画凤的，最少值100万。快过年了，捡个大漏，蛮可以过个肥年啊。这银元宝上面雕龙画凤，我还真没见过。来，我看看啥来。这银元宝啊，从皇宫里出来的，你都不知道。这是我1万块钱捡的大漏捡来的。皇宫里边出来的银元宝，这上面雕的确实有龙凤，这么大个确实很轻啊，这应该是空心的呀。我称过了，这整整是1两的重量，整整50克。过去皇宫造办出的师傅真是太厉害了，这工艺漂亮的很。这工艺确实是漂亮，你看上面写的还有一个字，这很有意思，招财进宝。兄弟啊，我看你这银元宝，这可不是过去的东西啊，材质确实是银的。你看这上面那么新，这分明就像是才出厂的东西。你这1万块钱买回来，这可赔大价钱了。我都找深圳的首席鉴定师老师鉴定过了，正儿八经晚清的东西，初一大婚的时候用的，1两的，保存的呀，相当完好，最低价值100万。你这个首席鉴定师太会胡扯了。先不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溥仪用过的啊，就单说晚清那时候1两的重量，你称的是50克，而晚清那时候的重量是37.3克，这过去的重量都搞不清楚，这咋给你鉴定的是100万呢？你也别忽悠我了。我捡漏这一次也不容易。前年我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后边跟了还有好几个人，争着抢着要买的。你是不是会遇到骗局嘞？这种东西咋可能会有人排着队买嘞？你对这懂不懂啊？卖给你那个人你认识不认识？那个人我不认识，我也不懂但是他用金属探测仪啊，已经探测过了，含银量99.9%，绝对100%的是银子。那你这个确实是银子，关键是银子便宜啊，铢银才几块钱一颗。你要知道1万块钱买回来了，它可是有古董属性，不是古董那就值不了啥钱了。还有这底下这粘的这是啥东西啊？这是这个别接啊！这底座磨了磨了就不值钱了。这一定是卖家告诉你了吧？这下边不揭开，说实话这玄机就出不来。你看这上面写了啥？50克 AG999。清朝那个时候，你说哪有这样的标记？清朝那个时候，银元宝上面写的也有字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这太不正常了。过去的银锭上面打的字那是主制，商定打的是有引号，官定上面打的有名字，哪个县哪个州，而你这标了，这分明就是现代的，这是最大的区别。你去金店转一转看一看，类似这样的工艺品到处都是，价格的话，它也就是一个银价而已。你这掏1万块钱买50克银子，这是赔大价钱啊！不可能，你说赔钱就赔钱吗？人家首席鉴定师鉴定的值100万，你说赔钱就赔钱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？差距确实不是一般的大，明明就是50克银子而已，非得告诉你值100万，这里边啊绝对是有大有文章。我感觉啊，你这是上了连环套。首先，这个卖你1万的人是看准你啥都不懂，事先找几个诱饵忽悠你，相当于是200一颗银子卖给你，你这是纯粹的大冤种啊！然后你又上网去查价格，告诉你值100万，绝对是想骗取你的各种鉴定费、拍卖费。你这今天幸亏找到了我，这50克银子也就价值300块钱的样子。多少？300？对，你别忽悠我了，你再给我300，我也不卖，90万还差不多。90万，我刚才跟你说半天了，你这好像啥都没意识到。反正该讲了我也给你讲清楚了，过去的事儿啊咱都不提了，你可别相信那什么首席专家的话了。建议你啊，随便找个金店，先去我们家再说吧。金店他们又不懂古董，我问他们干啥嘞？你也别耽误我发财了。好吧。来，老板，这银元看看。姐真的太不懂事了。借我20万。说好了5年给我3万块钱利息的。结果给我一个破银元。你这个银元还不是一般的银元啊，这个是21年的3鸟传阳，只可以壁面你看带点划伤。我还看到了。
这好音源现在才1000多块钱啊，这还是个带伤嘞。让我给我孩子当传家宝嘞，这不是搞笑嘞吗？一般像这种滑丝啊，确实是影响它的价值。不过好就好在壁面滑丝不深，不太影响大的价格，其他也没看到任何问题。三角这一面你看无磕无伤，壁面包浆还不错，算是将材了吧。这种音源装盒你得保护好，给孩子当传家宝完全没问题。我才不当传家宝嘞！我姐这个人太抠了。说好了借我20万，用5年给我3万块钱利息。很明显这就是对我不守信用啊！你可能是误会那姐了，他送给你银元的目的就是拿这个银元给你来抵3万的利息。你既然嫌弃不想当传家宝，那就变现不就行了吗？你说的怪轻巧，俺这种银元根本都不值钱。俺朋友上次家里都有一个，好像卖了1000多块钱嘛。对，普通的这个大头传阳也就是千把块钱的样子。你这个是21年的三角传阳，传阳啊，总共发行了3个年份，21、22、23。我们常见的都是23年的比较多一点。一般我们个人家里边啊，大多数都是23年的。23年和袁大头是一个级别，无伤无戳，也就是千把块钱。你也不用给我讲那些专业知识啊。俺是亲姐的俩。他的脾气我太了解了。当初我说了一句不用讲利息。没想到他居然当真了。那姐啊，他绝对是个明白人，毕竟20万也不是小数目。你即使去银行贷款贷5年的话，这远远也不止3万块钱的利息了吧？对呀。我把他当亲姐，他们把我当亲弟儿。你说我要不要给他断亲？断亲说的有点严重了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也是个实在人，只不过对音乐不懂罢了。我给你讲一讲这个21年的传阳价值，你就啥都明白了。我这个就来看到底是多少钱，收了3万块钱，我立马给他断亲。估计你这想断亲有点难。刚才说了，传阳一共发行了3个年份，除了23年的存世量比较大一点之外，还有22年的存世量也不太大。22年传阳的市场价一块顶23年2块，最稀少的呀还是属这个21年。其实这个21年啊，除了这个年份不同之外啊，外观上啊与22、23最大的区别就是帆船这一面一字下边你看有一个太阳，船帆上面有3只海鸥。当时设计的时候也没啥不妥，当时恰逢啊正和日本人正打仗。民国21年发行的时候啊，这个21年传阳流入市场之后，大家都说这个太阳就是日本的国旗，上面的3只海鸥就是日本的战机，所以啊就得到了大家的嘲讽。正所谓人言可畏啊，所以短暂流程之后就进行了改版，把这个太阳和海鸥抠掉了，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大家常见的传阳的样子。正因为21年短暂发行过，所以21年的存世量较少。正所谓啊，物以稀为贵，平时我们普通人根本就见不到的东西就贵了，加上你这个品相整体并不差。为什么说不差吧？无伤无戳就是好品相了。你这点划伤应该是平时拿的时候不注意，这个硬物刮在上面了，因为银元比较软嘛，所以留下来划丝很正常。就你这个品相，目前来看，轻轻松松能卖个5万块钱没啥问题。就说带上来还值4、5万嘛？对。那不带上来，岂不是值的更多了？对对。那应该怨我了。前几天拿回来的时候，我用挖的时候挖了几下。那你真是太亏了。你这好奇划了几下，说实话，你这一下子少卖了1万多，这也不能怪那姐了，只能说你手狂，这1万多块钱没有了。照你这样一说，俺还断不了亲了。那是嘞，真没想到值那么多钱。我还以为都值个千把块钱嘞。因为你对银元不了解，了解的话，你绝对不会轻易的划银元，更不会冤枉那姐了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无论啥样的银元，平时都得保护好。等会儿我给你找个盒子，装你来，省得再磕着碰着了。好嘞，老板，谢谢啊。没事。老板，我听说这老江头有几十万一块的啊，你看俺家里边。家传几百块你帮我看看能值几千万？什么老江头的银元，还能值几十万？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老江头的银元啊！来，我看一下。你自己来看看吧。我看这银元都不是便宜的俺妈说那一块在过去都能娶妻生子了。你这些银元，这都是袁大头啊！这什么老江头我们都没听说过。在过去娶妻生子谈不上，养家糊口还是可以的。不对吧？我可是找拍卖公司的人看过了这里边的哪一块都能值30多万你可仔细给我看好啊！我这大概看了看，你这里边这都是普通的年份，袁大头3、8、9、14个年份，除了8年贵一点，没看到你这里边有什么大珍。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边的银元都这样，
值30万左右的那都得是大本了。拍卖公司难道忽悠我了？我大本都跟别人交过定金了，准备去提一辆 S 级的高配的。哎呀，你抓紧时间把那个押金跟人家赶紧要过来去。值30万的大头，我告诉你长什么样，就像这种普通的这种冤大头吧，他这个地方他都得带一行，就是英文签字，也就是我们行内所说的签字本，那一块都得大几百万了。大几百万？对。那我大本都不提了，我得重新考虑考虑，去提一辆劳斯莱斯了。兄弟，你是没听明白我刚才说的话吗？我刚才给你举例说明签字本，只是给你打个比方而已，并不是说你这些银元啊，它都能值几十万、值上百万。还有就是说了，你说的那个拍卖公司，他们的话并不可信。我看你这都是普通的大头，你这卖了恐怕不但不够买大本的，你这首付估计都不够。你说这话你看不起谁了？你可别说，这银元是按银子价钱算啊，我可不是那好忽悠的呀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咱这鉴定估价童叟无欺，该值多少钱咱都告诉你值多少钱。首先啊，以你这些冤大头为例哈，咱就简单的说一说，真假是没啥问题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老货。这有些拍卖啊，给你报几十万一个，那都是有的都是一眼假的东西，你这最起码这都是真的。100%都是真的。俺老太爷小的时候都传下来了，这才传给我。哎呀，真假确实是没啥问题，但是不至于卖几十万一个。冤大头总共发行了4个年份，3、8、9、10，只有8年值点钱。我看你这里边有一块8年，哎，只可惜啊，你这上面带了一个小戳字啊，不带戳的也就2000多块钱，你这带戳的也就1000多块钱呗。那么便宜吗？你这给网上报的价钱，这家伙差10.8千里啊！那你现在太低了吧？市场价大概也就这样子吧。你想想，8年最稀少，你况且都是这个样子了，对吧？就像另外的这些3年啊、9年啊、10年这3个年份里边，这价格就更便宜了。就以你这些无伤无戳的为例啊，排除一切小板，就目前你这些通货，一个1100一个，100块就给你按11万吧。这价钱太低了。对，这别说我买大本了，我这连17万的车都买不动啊。对呀，你这指望这些银元肯定买不了啥车，因为这些都是常见的银元，存值量太大了。恁家有几百块，他家有几百块，你说谁来买这个单呢？这你说这不值钱？对，拍卖公司来说一个值几十万，这我到底该相信谁？这个问题啊，你就得好好的考察考察了。其实它就像小马过河一样，你这也老大不小了。这一块如果真能值30万的话，最关键是谁去买单，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。你在网上也多了解一下他那拍卖的那个骗局，省得被别人忽悠了。另外呢，你再拿着这些银元啊，实体店多找人问问，哎，这个价钱啊，自然而然你啥都懂了。好吧，我再找其他人看看吧。哎，行，那你再转转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俺岳父啊，把人也太不地道了。咋了？看给媳妇儿陪嫁银元给了一块破银元，你看能不能值3000块钱？值不值3000？看来你这对银元不懂啊！你这是一块大清宣山，你就现在随便拿一块大清，3000块钱好像也买不来啊。再说你这已经入皮盒，给的是 AU55，这状态确实不错啊。你看这两面，这都带光，而且还带一层黄油彩。既然是陪嫁的银元，你也不用太在意值多少钱，你把心放到肚子了吧？这3000块钱搁哪都买不来。哎，你也别下结论那么早。昨天我去二手书记店问了个价，别人给我估价2900，当时把我气得想摔掉。店老板拦住了，没叫我摔。我差一点2900块钱给他。我想了一夜，一看能不能卖3000多吧。哎呀，你这幸亏是2900没卖，你卖了绝对让你后悔。只能说你去的地方不对。皮盒 AU55分的大清深板龙，那得是啥的人能给你报这样的价钱？我个人感觉啊，应该是一个新手，不然不会啊给你报那么便宜的价钱。他就是一个才开店的，大概18、19岁的样子。反正他对这个黄金的把握挺精准的。说他们到时候也一个人挣个100、200的。反正你们都是同行。如果说你给的价格便宜的话，那我还不如直接卖给他了。那你按正常价来说的话，一块普通的银元利润确实就80块钱，但是你这个它不是一般的，
因为银元和黄金的价钱它还不一样，金价比较透明，它都有一个那个大盘价格，每天无论涨跌吧，它都有一个固定的参考价。而我们这个玩银元啊，裸币啊，基本上都是一币一价，而像这种盒子币入盒带分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参考价了。像您岳父给您这块的话，他根本就不是那几千块钱的银元啊。你说的意思我也听不懂。我这个人都喜欢听价钱啊，你就直接告诉我这个银元大概能值多少钱？行吧，那我给你来估估价。一般这种大秦宣三啊，首先它这个发行量是比较多的，但是好品相呢比较少，所以现在都是一币一价。即使是入盒的呀，也没有说有同样价钱的。先来看你这个版吧，看一下龙尾出云啊，这是典型的深斑龙。实话实说啊，深斑龙比浅斑龙长得好看一点，无论是内饰还是壁面设计，都比那个浅斑耐看。虽说你这个不是最贵的那个阿后点，但是你这个状态确实不错，能进皮盒给到 AU55分。首先壁面它这个流通痕迹几乎是不太明显，而且你这个壁面还带光，而且还带一点黄油彩。一般像这种银元啊，保存的时候保存的比较难，所以说这个品相特别好。能进皮盒给到 AU55分，这个大差小不差。现在我给你估价的话，能估到4万左右。这个东西我4万能值钱吗？4万吗？对。那你要这样说，我误会俺岳父了，这弄得也不得劲啊。那是嘞，一般你想想，那岳父能送给那媳妇儿当陪嫁了银元，能给4万的话，这说明那岳父家的条件也不错。只不过是你去问的地方不对，你去那个二手手机店，他们回收这个银元啊，回收其他东西，他可能是连带或者是回收店啊，他都是回收店，对不对？他肯定也是连带的业务，对吧？那他不懂，对，价格把握的不是太精准。那你给的这个价格我很满意。我只是给你简单的给你估了一个价格，那媳妇儿的价格你最好不要卖，对吧？你这卖了，对吧？也不太合适，你放着呗，没事。那行，缺钱的时候再说吧。你要这样说，我就去缺钱的时候再卖，到时候卖了回去生气，好吧？好。